我们眼中的宇宙浩瀚而壮丽，星系璀璨，一切秩序井然。然而，科学却揭开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：我们所处的宇宙可能早已残缺不全。星系的分布并不均匀，宇宙的膨胀速度异常，暗物质与暗能量笼罩着未知。更令人不安的是，宇宙深处存在着撕裂时空结构的空洞与缺口，其存在完全违背了我们对物理规律的理解，让宇宙呈现出无法解释的破碎景象。如果这一切属实，那我们赖以生存的世界是否也会随之改变？而真相可能比你想象的还要糟糕。你想不想来一次星际旅行，驶向宇宙星海，前往未知世界？听起来虽充满浪漫色彩，但真实情况可能会让你极度失望。目前，人类最快的航天器旅行者1号，其速度约为17公里每秒。以这样的速度，从地球飞往最近的恒星比邻星需要7.46万年。如果真有那么一天，人类造出了以接近光速飞行的飞船，每秒可达30万公里，离开银河系依然需要10万年的时间。如果你想更进一步，不满足于星际旅行，而是将目光投向更遥远的星系旅行，这时一个严重的问题出现了。2013年，科学界发现了一种宇宙异常，一个包裹着银河系的巨大宇宙空洞。按照物理定律，这样的存在根本不应该出现。这并不是一个普通的低密度区域，而是已知最大规模的宇宙空洞之一，其直径可达20亿光年。若在里面填满星系，你足以将2万多个银河系塞进去，并排而立。科学家推测，银河系可能正好位于这个巨大漏斗的中心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可能生活在宇宙中一个特殊且孤立的宇宙角落。那么，在这片空洞之外，还隐藏着什么秘密？那里的物质密度是否完全不同？是否存在截然不同的宇宙结构？甚至那些支配宇宙的物理定律是否会发生改变？如今，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开始思考，如果我们能跨越那片边界，看见空洞另一侧的宇宙，会展现出怎样的景象？这片被称为本地空洞的神秘区域，是近几十年来最神秘的宇宙异常之一，被命名为 KBC 空洞。当天文学家瑞安·基南、艾米·巴杰和伦诺克斯·考伊首次提出它可能存在时，整个科学界几乎都为之震动，因为这不仅仅是宇宙中一个稀薄区域，而是对宇宙秩序本身的直接冲击。那么，这片空洞究竟意味着什么？为什么其存在可能会动摇我们对宇宙的根本认知？要解答这个问题，我们必须回到遥远的过去，回到大爆炸的起点。那一刻，宇宙骤然膨胀，能量向四周快速扩散，就像石子落入水中泛起的涟漪。人们相信物质应当均匀地分散开来，这就是宇宙学原理的核心。在宏观尺度上，宇宙理应在各个方向、各个位置都表现出一致性。因此，我们才可以将地球附近的物理规律套用于遥远星系，甚至可观测宇宙的边缘，并相信它们遵循着同样的法则。可问题在于，近年来的观测结果却不断显示，宇宙中的物质分布并不均匀，不同空间区域的密度差异显著。这意味着宇宙的同质性和各项同性正在受到质疑。在这种背景下，本地空洞更显得格格不入，不仅仅是稀疏的空间，而是一个规模异常庞大，甚至可能连物理规律都与众不同的宇宙结构。研究表明，本地空洞大致呈球形，半径可能延伸至10亿光年，其规模是拉尼亚凯亚超星系团的4倍。换句话说，这片空洞占据了可观测宇宙的2%，是目前已知规模最大的宇宙空洞。不过，若将其称为真正的空无一物并不准确，因为你自己正身处其中。圣安德鲁斯大学的博士后研究员英德拉尼尔巴尼克通过计算发现，本地空洞内恒星与星系的物质密度仅比外部区域低20%。这种差距看似微不足道，但在宇宙学尺度上却极为惊人。换句话说，出于某种未知原因，宇宙中竟出现了这样一个庞大而稀疏的球形区域，其中恒星与星系的分布远不如外部密集。讽刺的是，正是这种异常，
可能帮助科学家解答了当今宇宙学最大的谜题之一：为什么宇宙的膨胀速度比理论预测更快？自大爆炸以来，宇宙一直在膨胀，其速率被称为哈勃常数。科学界主要通过2种方法来测量。第一种方法，观测相对较近的宇宙天体，比如超新星和星系。通过测量它们相互远离的速度，天体物理学家得到的数值约为73公里每秒每100万秒差距。换算下来，在每增加300万光年的距离上，星系远离地球的速度增大73公里每秒。第二种方法则追溯更遥远的过去，研究宇宙微波背景辐射。这种在大爆炸后产生并弥漫至今的古老光芒，已传播了约138亿年，为科学界留下了一幅早期宇宙的快照。基于这些数据，科学家们重建早期宇宙的模型，以此推算出今天宇宙的理论膨胀速率，结果约为67公里每秒每100万秒差距，明显低于第一种方法的结果。这种差异被称为哈勃张力。按微波背景推算，宇宙应膨胀得更慢，但直接观测却显示周围星系的远离速度快了约8%。目前，天文学家仍未解决这一矛盾。不过，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怀疑，答案或许就隐藏在我们身处的本地空洞之中，而谜底可能与引力效应紧密相关。我们知道，像恒星这样的巨型天体能吸引周围的较小天体。同样的原理似乎也适用于更大的宇宙尺度。本地空洞之外的密集区域正在对空洞内的星系施加引力，就好像在试图把内部物质拖出空洞。这种引力作用在宇宙本身膨胀的基础上又额外叠加了一层加速度。这种引力失衡或许正是导致测量结果出现偏差的关键。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布莱恩·基廷认为，这种空洞假说完全有可能成立。在他看来，空洞确实可能解释宇宙为何比预期膨胀得更快。不过，仍有许多问题未解，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空洞的引力作用究竟能延伸多远？如果其效应只局限于我们所在的宇宙区域，那只能解释局部差异，无法解决整体性的问题，更无法彻底消除哈勃张力。基廷指出，这种设想依赖所采用的空洞模型，不同模型会产生不同预测。星系运动方式以及对宇宙物质流动的影响各异。归根结底，这只是近似推演，一个简化框架，实际空洞可能远比想象的复杂。更棘手的是，近期数据表明，本地空洞的实际尺度可能远小于先前的估算。一个科研团队分析了目前最大的数据集 CF4， 并利用塔利费舍尔关系进行计算。结果显示，空洞的大小仅有 2.3 亿光年，几乎比早期的估算小了10倍。当然，这并不意味着引力加速效应消失，只是其强度已不足以完全解释宇宙膨胀速率的差异。问题依旧悬而未决，空洞几乎肯定存在，科学界对此基本没有异议。不过，其确切规模依旧成谜，可能占据可观测宇宙的 2%， 也可能只是较小的局部现象。令人意外的是，2023至2024年对近邻宇宙的超高精度观测显示，这类空洞可能并不少见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身处的空洞或许并非唯一，只是宇宙整体结构中普通的一环。然而，这并没有让宇宙显得平淡无奇，反而更令人着迷。本地空洞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，它是否能解决哈勃张力？更耐人寻味的是，如果我们不在空洞内部，而是位于外部，宇宙会呈现怎样的景象？我们的观测结果会发生哪些变化？对宇宙本质的认知又会有何不同？当然，以人类现有的技术，空洞边界几乎永远无法触及。但若拥有无限的时间和打破物理极限的科技，可以在宇宙间自由穿行，那就系好安全带吧，前方的旅程注定颠簸而震撼。穿越本地空洞的旅程，你需要一艘远超当前技术水平的宇宙飞船，必须承受巨大的加速度冲击，同时还要为成员提供抵御星际辐射的屏障。其中最关键的是速度，没有足够快的速度，这趟旅程几乎注定无限漫长。举个例子，如果飞船的最高速度与目前最快的人造物体旅行者1号相同，大约17公里每秒。以这个速度，你需要33.5年才能飞出太阳系，抵达距离最近的恒星比邻星则要7.46万年。显然，这并不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前景。
更何况，旅行者1号已经是人类制造的最快飞行器之一。那么，不妨设想一艘更先进的飞船，拥有强大的辐射防护，能以远超现有水平的速度航行，并且你拥有无限的时间。假设这艘飞船从地球出发，前往比邻星。当然，其过程并不会像电影里那样瞬间加速，否则你的身体根本无法承受，就像某米汽车宣称时速200瞬间刹停那样荒诞。人体通常可以承受4至6G 左右的加速度，即地球重力的4到6倍。同时，持续这种加速度的时间极为有限，否则可能会引发昏迷或器官损伤。若真的像《星球大战》中那样，在几秒内加速到光速，你将承受6000G 以上的压力，直接被压成一张薄饼。因此，我们来采用一个更合理的方案：飞船以恒定速率加速，每分钟速度提升 1.6 公里每秒。那么1分钟后，你的速度是 1.6 公里每秒，10分钟后就是16公里每秒，以此类推。按照这样的加速方式，仅需13.5天，你就能抵达太阳系边界，也就是太阳风的影响结束，进入真正星际空间的地方。相比之下，旅行者1号和2号分别用了35年和41年的时间才到达，而你只用了不到2周。当飞船冲出太阳系时，其速度已达31074公里每秒，相当于光速的 10.2%。以人类的标准来看，这几乎是不可思议的极速。但放在宇宙尺度，依旧如蜗牛般缓慢爬行。在太阳系边缘，与地球的联系变得十分困难。光速传播的无线电信号需要17小时才能传回地球，而地球的回应再传回来又是17小时。这样一来一回需要34小时，已不再是实时交流，更像是你给心仪的人发消息，却被冷落了一整天都没回应。你只能继续前行，逐渐驶入宇宙的黑暗深渊。你身后的太阳已不再是主宰白昼的耀眼火球，而是无数繁星中一颗微弱的亮点。与此同时，飞船的速度仍在不断攀升。出发65天后，飞船速度突破至光速的一半，约15万公里每秒。此时，你已远离地球4181公里。这个距离在人类尺度上几乎无法想象，但若放在宇宙舞台，仅仅相当于 0.044 光年，甚至连1光年的1/20都不到。然而，就在这个阶段，真正的奇迹开始显现。根据爱因斯坦相对论预言的时间膨胀效应终于变得明显。你在船上体验到的时间，与地球上人们经历的时间已不再相同。根据相对论的描述，当物体以及高速运动时，其经历的时间会比静止观察者更慢。这就是时间膨胀效应。具体来说，当地球上的人度过了65天时，飞船上过去的时间却更少。你的飞船时钟逐渐慢于地球时钟，而且随着速度愈加接近光速，这种差异就越明显。当速度达到光速的一半时，时间膨胀效应已经变得相当显著了。你的生理节律、钟表的滴答，甚至你对时间流逝的感知，都与地球人完全不同。根据狭义相对论，在 50% 光速下，地球上的10小时仅仅相当于飞船上 8.5 小时。若你的目标是抵达本地空洞边缘，这种速度依然远远不够，你必须继续加速。当飞船速度达到光速的 90% 时，船上的时间只有地球时间的 43.6%。换句话说，地球上过去1小时，对你来说仅仅过了26分钟。此时，时间的天平似乎开始站在你这一边。旅程的第129天，你迎来了一个关键里程碑。根据计算，现在你已经飞行了约 1.6 万亿公里，速度逼近光速的 99.99%。此刻，你已无法再进行加速，这是宇宙几乎不可逾越的极限。科学界几乎一致认定，光速是宇宙中不可逾越的最高速度。只有没有质量的粒子才能以光速运动，比如光子、无线电波和引力波。任何带有质量的物体若要真正达到光速，都需要无限的能量。这是自然法则为人类设下的不可跨越之墙。举个例子，大型强子对撞机就是最好的证明。在那里，质子被加速到光速的 0.999999991倍，距离真正的光速只差区3米每秒。你或许会问，为什么不再推一把，把最后的3米每秒也补上，只需稍微增加点功率不就行了吗？可事实是，大自然并不会给你这样的机会。
若要跨过这最后的3米每秒，其需要的能量比宇宙中所有恒星的能量加起来还要多。这并不是工程上的不足，而是时空本身的基本属性。光速不是目标，而是一堵不可逾越的墙。对于任何有质量的粒子来说，你可以无限接近光速，但永远别想超越光速。1991年，科学家们观测到了一件震惊世界的事件，一种被称为 OMG 粒子的超高能宇宙射线粒子。这个名字绝非夸张，因为其速度无限接近光速，穿越1光年仅比光慢 0.15 飞秒，是有记录以来最快的粒子。更离谱的是，其动能相当于时速100公里的棒球撞击力。如果说普通的宇宙射线是步枪子弹，那么 OMG 粒子就是星际大炮，其能量之高，远远超出了人类现有的认知范围。大型强子对撞机是人类建造的巨型粒子加速器，可以将粒子加速到极高的能量。但与 OMG 粒子相比，强子对撞机的能量简直不值一提。如此巨大的能量差异，难免不会令人惊呼：俄狄神啊！试想一下，一个肉眼不可见的亚原子粒子，以近乎光速的速度穿越宇宙，却蕴含着足以击穿机库大门的能量。这就是极限光速下能量疯狂飙升的例证，能量呈指数级暴涨，迅速到令人胆寒。换句话说，倘若你的飞船以 99.99% 光速前进，将成为宇宙中最具毁灭性的存在之一。这种速度下，飞船携带的能量，理论上甚至可能超过超新星爆发。那么，若飞船真的达到光速，会发生什么？相对论指出，任何有质量物体以光速运动，其质量将趋于无限大。而要推动无限大的质量，则需要无限的能量。可宇宙中根本不存在无限的能量来源，否则物理会崩溃，现实会坍塌。因此，大自然为万物设下了硬性极限，任何有质量的物体都无法真正触及光速。飞船的速度只能停留在 99.99% 光速，而从这一刻起，一切都不同了。相对论告诉我们，在这种速度下，飞船上的时间相对地球会慢约70倍。对你而言，生活依旧，时钟正常走动，心脏照常跳动。但在地球观察者眼中，你的世界仿佛被慢放，地球上的时光则飞速流逝。当你接近4光年外的比邻星时，这种表现尤为明显。地球上的人认为这趟旅程需要4年，可对你而言，船上的时间只过去了短短21天。这听起来像悖论，但恰好正是相对论的魅力，时间膨胀，空间收缩，就像比邻星被拉近了许多。你的旅程仍在继续，在船上度过了1414年，并离开了银河系的边界。然而，地球却已经过去了10万年。见证你起航的人早已消逝，甚至整个人类文明可能都早已灭亡，而你依旧在宇宙中孤独前行。在跨越 2.3 亿光年的距离后，你终于抵达了旅行的目的地。根据飞船上的时钟计算，这趟旅程耗费了325万年。这里正是现有天文数据推测的神秘区域本地空洞的边缘。你已到达目的地，往前一步就能越过这片巨大的虚空，宇宙景象显著变化。观测数据显示，区域内的物质密度提升约 8%， 曾经稀疏的星系逐渐变得密集。这些星系聚合成链状结构、星系群，甚至超星系团，勾勒出宇宙的大尺度结构。这里的空间不再空旷宁静，而是愈发拥挤复杂，普通物质密度增加。此外，暗物质的分布也更为浓厚，正是它在幕后主导并牵引着这些星系结构的聚集。在这种环境中，引力更强，飞船的航行轨迹难免受到影响。你必须依赖精确导航，随时修正方向，以避开周围庞大的天体与结构。这已不再是寂静无声的宇宙荒原，而是万物彼此牵引、不断互动的汹涌浪潮。然而，当你穿行于这些密集的星系区域时，你会逐渐意识到，眼前所见或许只是冰山一角。在更深邃的宇宙黑暗之中，仍埋藏着无人知晓的秘密。根据目前的观测，能确认的星系数量至少在1000亿到2000亿之间。但科学家们推测，仅在可观测宇宙的范围内，星系总数可能高达2万亿甚至更多，只是我们还看不见而已。人们普遍认为，可观测宇宙的年龄约为138亿年。
这个数字来自光速的限制，天文学家通过测量最古老、最遥远恒星的光来推算宇宙的年龄。所谓可观测宇宙，其实指的是这些光在宇宙诞生至今有足够时间传递到地球的范围。根据宇宙学家的推算，我们如今能看到的最古老的光子，自大爆炸以来已经跋涉了450亿至470亿光年，这意味着可观测宇宙的直径大约有930亿光年。要理解这个尺度有多大，你只需记住一组数据：一光年等于9.46万亿公里。如果宇宙的年龄只有138亿年，为何其尺度却能达到930亿光年？这似乎意味着宇宙可能比我们以为的还要古老，远不止140亿年。事实上，在可观测宇宙之外，还隐藏着更多的未知，因为那些更遥远天体发出的光还未来得及抵达地球，在那之外的区域，对我们来说就是一片黑暗。然而，这并不代表边界就是宇宙的尽头，宇宙一直在膨胀，而且仍在不断加速。上世纪20年代末，埃德温·哈勃通过观测星系光谱红移现象，首次揭示了宇宙膨胀的规律。所有星系都在远离银河系，而且距离越远，退行速度越快。这一规律被称为哈勃定律。此外，哈勃还发现，星系与地球的距离每增加100万秒差距约326万光年，该星系的退行速度就会增加500公里每秒。这个关系被称为哈勃常数。由此划定的范围就是所谓的哈勃体积，又被称为可观测宇宙。需要注意的是，这里的可观测并不是指当前科技的限制，而是光速本身的物理极限约束。在宇宙尺度上，当你谈论空间中物体的距离时，其实也在谈论时间。仰望夜空有点像时间旅行，你看到的那些星光点点都只是恒星过去的快照，已经走了几千甚至几百万年才到达你的眼中。如果可观测宇宙的边界之外还有什么存在，只是意味着那些天体的距离实在太过遥远，发出的光至今仍未抵达地球。所谓宇宙世界，指的是可接收宇宙信息的最大测量距离，超出该边界的光信号因无法到达地球而形成不可观测区域。可在世界之外，是否还有更多未知的存在？这个问题至今无人能给出明确答案。要想弄清楚世界之外是否还有什么东西，我们必须把可观测宇宙的曲率考虑进来。问题在于，科学界至今仍无法完全确定宇宙是真正无限，还是只是极其巨大而已。为了判断这一点，天文学家们在大尺度上研究宇宙的几何形态，从而推断其整体形状。如果宇宙在几何意义上完全平坦，那它可以无限延伸；但若像地球表面那样弯曲，或者像一个封闭的气泡，其体积则是有限的。目前的观测结果显示，宇宙几乎完美平坦，就像一张无边的纸。这意味着可观测宇宙的边界之外，几乎可以肯定还存在着更多的宇宙部分。天文学家们普遍认为，空间可能真的无限大，而且那里的星系物质分布很可能与我们这里相似。这就引出了一个令人震撼的推论：如果宇宙真的无限，那不仅会有无数的恒星、行星和星系，还意味着一切可能的组合都会在某处实现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你走得足够远，可能会发现一个与我们这片宇宙完全相同的区域。在那里有一颗与地球一模一样的行星，甚至还有一个与你完全一样的你。只不过那片宇宙中的你今天正在举办婚礼，而这里的你还是一条单身狗。一些宇宙学家认为，在一个真正无限的宇宙中，必然会出现与我们世界极度重合的区域，镜像般重现我们的现实。虽然这听起来超出了人类的理解范围，但2008年的一次奇特发现令宇宙的神秘再度升级。天文学家们注意到，无数星系团竟然以每小时3218688公里的速度朝同一方向移动。这种现象被称为暗流，与大爆炸后宇宙物质应均匀分布的预测完全不符。那么，牵引这些星系的神秘力量究竟是什么？一种可能的解释认为，哈勃体积之外可能存在某种巨大的结构，并拥有极强的引力，把周围的一切拉向自己。换句话说，在不可观测的宇宙深处，可能存在规模难以想象的物质或能量聚集，甚至可能是来自其他宇宙的引力效应。说到庞然大物，
目前可观测宇宙中已知最大的结构是5仙北冕座长城，这是一条横跨100亿光年的巨型星系结构，占据了可观测宇宙的11%。换句话说，即便你以光速飞行，从一端到另一端至少需要100亿年。科学界至今无法解释，为什么在大爆炸仅过去数十亿年时，这条长城就已经形成并成长到如此规模。按理来说，它根本就不应该存在。这一切暗示着宇宙中或许还有更多类似的巨型结构，不仅影响星系运动，有朝一日甚至可能会撕裂时空本身的结构。至于来自其他宇宙的引力，有些天文学家认为，在大爆炸之后，宇宙膨胀在空间结构中形成了无数气泡，每个气泡都是一个不再随整体空间膨胀的区域，并在其中孕育出独立的宇宙，形成自己独有的物理法则。按照这种假说，空间不仅无限，每个气泡宇宙可能同样是无限的，因为在一个无限之中可以容纳无数个无限。换句话说，从时空的角度来看，气泡之间的空间仍在膨胀。即便你到达了我们所在气泡的边界，你永远无法抵达下一个气泡。那么，未来某一天，我们是否能用科技窥探宇宙的边界之外？现实很残酷，任何位于哈勃体积之外的天体，其发出的光线永远无法抵达我们，因为我们与它之间的空间正在以超光速膨胀。不过，随着时间流逝，会有越来越多的光线到达地球，可观测宇宙的范围仍在增加，宇宙年龄随之增加。然而，你或许会以为，只要人类存在足够久，总有一天可以看到整个宇宙。可事实上，由于宇宙空间的持续加速膨胀，你与一切之间的距离每一秒都在变得更远。现在，你觉得在宇宙深处，是否真的存在另一个与你一模一样的你？你相信宇宙是无限的吗？感谢观看本期视频，如果喜欢此类内容，不妨来个1键3连支持一下。我们下一期见。